传说人类有3种握力，第一种是压碎物体的挤力，第2种是抓住物体的抓力，最后一种则是指尖的捏力。这个男人仅靠手指抓住小石头凸起，便撑起自身100多公斤的体重，掉在悬崖峭壁之下。而他已经爬过几万座山，指力已经强到令人发指。当他把指力用在格斗上，随便一划，所过之处血肉分离，犹如锋利的剃刀划过。这就是斗技者李仁的特技，人们叫他剃刀之风。此时他的对手阿修罗胸口和手臂都已经被割破了，李仁像疯狗一样狂咬，很快他又多出数道口子。阿修罗保持警惕，突然一记鞭腿，狠狠踢中李仁的脸。观众以为他找到了李仁的弱点，谁知道被踢的是李仁，痛的却是阿修罗。原来他被踢的瞬间还还击了，他的小腿受了重伤，行动受到限制。李仁开始嘲讽：“你只是人类，而我是超人。11岁的时候，我就徒手掰断硬币，之前从未练过，这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，你懂吗？”阿修罗笑了，超人是不会讲那么多废话的。他竟然直接走到李仁的攻击范围之内，这简直就是挑衅。李仁捏紧拳头，抬手就要攻击，下一秒李仁却踉跄了几步，他不敢相信，阿修罗徒手接住了他剃刀一样的手指，两人手掌相对，正在较劲。原来阿修罗抓住了李仁的弱点，虽然他指力强大，但要造成杀伤，必须经过一段距离的加速，在他还未完成加速前，直接挡住，指刀就用不出来了。李仁左手再起，阿修罗右手挡住，李仁气急了，正想用力，自己却莫名其妙地跪在地上，还吃了一记鞭腿。李仁不相信，还想攻击，但抓了个空，又吃了一拳。眼前费解的情况，在场观众都懵了，他们从未见过这种事。李仁出手，但不知怎么地，挨打的却是李仁，就好像自己把脸贴过去一样，太离谱了。但这就是阿修罗的绝技，等对手出招的瞬间，加重几克的压力，就能抵消对手的蓄力，同时扰乱力量的流动，让力量变得紊乱，最终难以控制。所以李仁才会踉跄，甚至轻易就摔倒。这就是超过基因天赋的战斗思维。当阿修罗一脚踩中李仁的脸，超人败了。比赛结束，阿修罗代表的乃木集团取得了一座大厦的建设权，这就是日本商界的全院大赛。诞生于1715年，当时的商界流血冲突是家常便饭，到处都是恐吓、密谋、暗杀，商界眼看就要堕落地狱。此时，一个年幼的将军说出：“你们若想争夺利益，就光明正大的打一场。”这个简单的建议让所有成年人都如梦初醒。从此，全院大赛开始了。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他们旗下的斗技者1对1决斗来解决，而我们的主角阿修罗，又名食鬼蛇王马，就是一个神秘的斗技者。他从未在全院大赛出现过，但第一次出现就打败一个高手。看他这么强，乃木集团的老板又发动了一场全院大赛。这一场比刚才那一场要难多了，因为阿修罗的对手是个顶尖强者，来自地狱的毁灭天使，打过57场全院大赛未尝一败。他就是有着御天使之称的摔跤手关灵。关灵虽然40、50了，但他的格斗哲学就是永远正面承受对手所有攻击，无论多猛多用力，他都会用身体去接。这是怎样的自信，又是什么样的防御力？当阿修罗的拳头抽在他身上，他果然一个没躲，也好像一点都不痛，反而他突然抱起阿修罗，往地上狠狠一摔，阿修罗直接吐血。这里不是擂台，而是地下停车场的水泥地啊！关灵没有给阿修罗机会，捏着他的头提起来，抱起阿修罗，使出一记后背摔，脑袋狠狠砸地，然后关灵自己翻个跟头，再来一记后背摔。3次重击过后，阿修罗好像失去了意识。接下来，关灵要使出他的杀手锏——阿根廷背部破坏技。当阿修罗的脊椎被扯断，他就要挂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怎么回事？快死的阿修罗居然抖动起来，一下挣脱了关灵，还掰断了他3根手指。再看阿修罗，低声嘶吼，浑身散发着热气，青筋暴起，冲上来，拳头就像不要钱一样，疯狂地砸在关灵的脸上。惊人的爆发力把比自己重120斤的关灵打得一点点往后退，但关灵毕竟不是吹的，他用断掉的手指反手劈阿修罗，这是怎样的忍痛力？随后阿修罗更加奋力攻击，关灵却纹丝不动，还一步一步向前走。这是比耐力吗？不，这是比谁更狠。突然关灵一把抓住阿修罗，一记头锤，这把狂暴状态的阿修罗撞出好几米，然后关灵助力飞踢，把阿修罗踢飞瞬间肋骨断裂，重重摔在墙上。关灵回神了，他准备给阿修罗最后一击，他开始奔跑，像坦克一样冲过来。阿修罗气定神闲，然后这一击让关灵失去了意识，昏倒在地。攻击关灵的手指断了3根，原来他瞄准了关灵的气管，在关灵攻击的瞬间，顺势借他的冲刺力，再加上阿修罗的攻击，切断了他往脑部输送的空气，关灵倒地不起。阿修罗又赢了，原来这才是食鬼蛇王马真正的天性。这时地下停车场突然出现一个老头，他正是90岁的全院会会长。老头手下有着史上最强的全院斗技者，创下157胜0败的记录，灭唐之牙。那他来干嘛？原来阿修罗打赢了这场战斗，他的老板就赢得争夺会长职位的机会。老头开启了全院绝命淘汰赛，而那些觊觎会长职位的人会派出手下最强的斗技者参加这场大乱斗，谁最强，谁就是全院会的新会长。
由于全院阿修罗最好看的是热血的打斗，我们就直接跳到全院淘汰赛的第一天。参加比赛的有151家公司，因为阿修罗被分配到了一家小公司，所以他要参加初赛。152名斗技者在一个场子里大乱斗，最后5个站着的人就可以晋级。没想到在比赛前，公司的秘书给阿修罗送水喝，被关在了竞技场。比赛开始，她成了竞技场里唯一的女孩，阿修罗只能保护她。刚开始就有2个肌肉男夹击阿修罗，但阿修罗运用2虎流操流行，扰乱2人的力量流动，让他们的拳头打在对方的脸上，一下就打倒2人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很厉害的黑人飞来飞去，所到之处遍地伤者。当他看见阿修罗，马上锁定了他，一个飞冲朝阿修罗袭来。这一次阿修罗避开了，但他马上又是第2个飞冲。到底是什么攻击？原来这是象形拳。黑人曾到中国学习，象形拳的要义是模仿各种动物的形态与动作，但他学到一半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要模仿被人类捕杀的动物？应该模仿人类的武器啊！于是他集合象形拳的要义，用7年时间练成的绝招叫飞毛腿导弹，以自身100多公斤的体重高速飞行，就像一辆疾驰而来的大货车，敌人一打就被撞飞。此时他冲向阿修罗，一个借力打力避开黑人的攻击，让他撞上南墙。虽然有点吃惊，但他在空中改变姿势，利用墙壁再次加速，回身就向阿修罗冲去。可是这次他搞错目标，冲向了在场唯一的女孩，想要刹车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在最后一刻，阿修罗站在秘书面前，用肉体挡下攻击，他毫发无伤。原来这就是2虎流的基础。小时候的阿修罗用一把尖刀刺师傅的胸膛，尽管他用尽全力也刺不进去，还把刀给折断了。阿修罗气急了，他开始用拳头猛打，直到拳头流血，师傅还是安然无恙。师傅问他，10公斤豆腐和10公斤铁的区别是什么？只见他冲向远处的水泥墙，在撞击的瞬间，绷紧全身的肌肉，居然把水泥墙给撞碎了。这就是2虎流的金刚之形不坏，人类的钢铁之躯。此时黑人又冲了过来，这是他的另一个武器——爱国者导弹，朝阿修罗快速袭来。阿修罗这次不避不挡，绷紧背部全部肌肉，运用金刚形不坏硬生生接住他的冲击，黑人反而被弹飞了。就在阿修罗打倒他的同时，在场152个斗技者站着的也只剩下5人，除了阿修罗，还有一个非常壮硕的光头老爷子，剃刀之风里人，化妆的娘炮泽田，全身缠满绷带的怪人。这5个人晋级了，可以参加真正的全院绝命淘汰赛了。就在见到全院会长时，绷带男突然问会长，为什么瞧不起我的实力，要让我参加初赛？会长的保镖拦住了他，绷带男想动手，却被保镖一拳打吐血，还想还击，然后下一脚直接被踢下了船，一瞬间就打败一个高手。这就是老会长的保镖团，个个都是超强的怪物。少了这个绷带男，斗技者只剩下32个了。前几场战斗阿修罗都看睡着了，那我们直接跳到让阿修罗都兴奋的战斗。无知一族的吴雷安对战巴顿树传人茂吉罗宾逊，2个人都有着战斗血脉。战斗开始，吴雷安咬破自己的手背，前冲的同时将血甩出，洒在茂吉的脸上，抓住并用力打出拳头，却被茂吉抓住了。而这就是传统武术的扭手指，手指骨折就等于输。果然吴雷安被扭得好痛，但他力量强到变态，随手发力便把手扭了回来。就在他要用头锤的时候，茂吉不知何时出的拳打退了吴雷安。这就是巴顿术，由上个世纪一名周游各国的顶级斗技者所创，结合了西方武术与传统武术及柔道，什么招式都有，连续直拳、低扫、摆拳过后再来一拳，最后一记过肩摔，面门着地的吴雷安被打倒了。茂吉以为赢了，正打算回去，但他走得太早，吴雷安再次跳起来，当他落地，已经变了一个人。这就是无知一族的秘籍，解放潜能。青筋暴起的吴雷安解放了自己的潜能，那正是无知一族花了1300年培养的战斗基因。在每个时代，他们把女儿嫁给最强的斗技者，再引进精英的种子，一代代强化到今天。所以家族个个都是武学奇才。一般来说，人类只能用3成体能，大脑会限制我们用太多，以免用力过猛伤害自己。不过经过1300多年的改良，无知一族的身体都经得起排山倒海的力量，解放的潜能也因人而异，但最低都是50%以上。而吴雷安解放的潜能是100%，他解放的形态青筋暴起，犹如一头凶兽，打起架来根本就不像人，而是怪物。吴雷安抓起茂吉，一下把他扔飞几10米，茂吉还没爬起来，又被吴雷安举了起来，砸在地上，掐住他的脖子。茂吉用尽全力挣脱了束缚，扭断了吴雷安的手指，他随手就接上，继续攻击茂吉。茂吉想用绝招，但还没用出，就被一拳打飞，再次掐住茂吉的脖子。这次吴雷安手上用劲，直接把茂吉的脖子扭断了。他是全院绝命淘汰赛中第一个杀人的人，杀人后还要狂笑，真是太变态了。而这一切，远处的阿修罗都看在眼里。下一场战斗，阿修罗要上场了，他的对手是个怪人，但也是暗杀家族的后代。黑纣王灵音翻梁，神出鬼没，披头散发。他平时用4肢走路，只有打架时才会微微抬起。一开始他就绕着阿修罗转圈，诡异的步伐让阿修罗根本就打不中他。
这就是殷番良的独门绝技蓝步。站定的阿修罗突然出拳打中了殷番良。原来刚才阿修罗以弹舌的方式计算间隙，找到了殷番良的步伐规律，然后阿修罗开始用他的二虎流步伐绕着殷番良转圈，居然跟对方有着类似的效果。阿修罗连续打击，给对方来了拳狠的。本想一记鞭腿解决殷番良，然而阿修罗的脚却停在了半空，他被殷番良的头发缠住了。第一次遇上会打架的头发，而这就是殷番良的另一个绝技——蜘蛛发。头发是人体最坚韧的部位，一根头发大约能负重150克，而每个人平均有10万根头发。理论上，人的头发能撑住15吨重的物体，但殷番家族的后代一生都在锻炼头发，使用秘制药水没日没夜的擦拭，让头发变得坚韧。强化后的头发缠绕时犹如钢索，被殷番良甩来甩去，狠狠地砸在地上，还被拖着在地上尽情的摩擦，再缠住阿修罗的手。出击时犹如鞭子，无情地抽在阿修罗的身上。突然甩出头发缠住了他的眼睛和脖子，阿修罗来到了绝境，但这时他露出2排大白牙。对手越强，阿修罗越兴奋，然后身体的4撮头发在一瞬间都被扯断了。殷番良惊呆了，面前的阿修罗浑身赤红，散发着热浪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冲上来只一拳就把殷番良的手打骨折，之后的每一拳都把殷番良的骨头打碎，内脏器官接连受到重创。在失去意识后，殷番良莫名涌起一股奇妙的感受，冷，非常冷。不是他暗杀别人时的内心冰凉，而是他历经千辛万苦的训练，花了一辈子学会的招式与能力都派不上用场的悲凉感。他想再踢一脚，被阿修罗一拳顶飞，不等他落地，冲过去猛踢在殷番良的脑壳上，不给机会。最后一击二虎流之火天行土技，把殷番良打晕在地。阿修罗又赢了。虽然如此，赛后在他休息时吐起了鲜血，造化弄人，一入室就打败3大高手的武学奇才，早已时日不多，但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在死去之前证明自己是最强的。阿修罗有一种独特的训练方法，体外脱离，在睡梦中进行训练。他在梦境空间想象出真实的对手进行格斗，每晚睡觉都这么练，14年间从不间断，每晚平均打8场脑内赛，一年365天乘以8再乘以14，他已经打过了4万场比赛。世界上的每个强者，他都想好了打法，但是他师傅偶尔会鬼魅的自主出现，跟阿修罗战斗。每次对战，他都没打败过梦境中的师傅，反被师傅的二虎流震飞。在梦中，阿修罗又使用了他的独特秘技御界变身狂战士，想用这种形态打师傅，但还是被师傅轻易反击。因为御界可以增强体能，却无法施展细腻的武学，失去了理性和技巧，只能打弱者，打不了强者。一个真正的武者不应该用天赋开挂，应该相信他的功夫。但阿修罗为什么不相信他的二虎流？因为他的师傅早就被人打死了，二虎流的创始人都死了，你让这个徒弟怎么相信这门武学？阿修罗的下一个对手是一个有着1300年战斗基因的吴雷安。还记得他解放100%潜能后是怎样轻易就扭断对手脖子的吗？这个冷血无情的恶魔要怎么打？战斗开始前，阿修罗依然保持警惕，而吴雷安依旧邪恶地笑着。但战斗一开始，吴雷安发出嘶吼，散发出恶魔一样的杀气，他冲向阿修罗，但阿修罗哪里那么容易就被打到的？他毕竟是打过4万场战斗的武者，使出二虎流旋风快拳打在吴雷安身上。他想快速结束战斗，短短几十秒就在吴雷安身上打出几百拳，但吴雷安只是回手一拳就把阿修罗打翻，停下了他的攻势。再看吴雷安居然毫发无伤，这就是无知一族的体魄。1300年的基因优化，肉体的耐受力早就超过了人类。很快阿修罗就不行了，只有被吴雷安抓着头来回摔打的份儿。没有办法了，阿修罗只能使用御界再次变身狂战士，而一旁的吴雷安也一样变身，解放100%潜能。当变身的两人撞在一起，在一瞬间，两人在对方身上打了几十拳，常人根本无法想象这样的战斗。紫色皮肤的吴雷安运用的是解放潜能的秘籍，开发人体100%的潜能，而红色皮肤的阿修罗运用的是心脏加速的御界能力。心脏就像发动机一样疯狂打蹦，从而加速血液循环，产生大量热能，增强运动能力。但御界副作用极大，让他脑出血，血管损伤。他的心脏负荷是常人的4-5倍，这导致他使用完御界后就会吐血。而解放100%潜能的吴雷安似乎更强，果然把阿修罗打倒了。胜负已定，阿修罗停止了御界。就在要放弃的时候，死去的师傅又出现了。师傅告诉他，你真正的强大不是你的天赋，而是你内心里的武魂，是你多年来辛苦训练累积而来的经验。明白了这些，阿修罗重新站了起来。对面的吴雷安急速冲了过来，阿修罗用一招顺铁狠狠反击，这是师傅教过他的，利用对手的速度大幅增加自身招式的破坏力。师傅还教过他一次要多出几招，于是阿修罗抓住机会连续打击，几招下来，吴雷安根本没办法落下。但就在被阿修罗死死扣住脖子时，吴雷安仅用颈部的力量便把阿修罗甩飞。这么强的体魄，他再次冲向阿修罗，却再次被顺铁击中。为什么？下一次对撞，阿修罗又用操流行绊倒吴雷安，倒地的瞬间再用牛角地藏锁住了他。为什么吴雷安防不住？原来这是阿修罗自己独特的二虎流。
不是师傅的原招，而是他经历无数次改良的成果。此时的吴雷安也用不了秘籍了，就算是他解放100%潜能，也只能用一小段时间。他们都已精疲力尽，当他再冲过来，阿修罗一拳击中他的左颈。这一击等了太久了。原来阿修罗之前的每一招都在针对吴雷安的左颈，连续受伤好几次后，吴雷安在这一拳的瞬间失去了0.14秒的意识，而这瞬间就是阿修罗的决胜机会。他抓住吴雷安，顺势绊倒，一拳砸下，吴雷安再也爬不起来了。当裁判拉住阿修罗，他才知道自己赢了。这个男人靠着体外脱离累计多年的战斗经验，打败了所谓的1300年的战斗基因，靠的不仅仅是他狂热的战斗天性，还有更出色的战斗思维。全越阿修罗的故事还未完结，里面还有很多精彩的战斗，你还想看哪一场呢？欢迎留言。